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欧。上一集我们到了冒险之都皇后镇玩斜坡滑车，还有去鹿园高地喂小鹿，然后再到市区逛街吃美食。这一集我们要前往世界第8大奇迹米尔福德峡湾，还有到格林诺奇骑马渡河，那是魔界的场景哦。那赶快继续跟我一起看看纽西兰有什么好玩的吧 ，Let's go！ 那今天我们是报名 Klook 的1日团。 有这台超大的游览车，带我们开10个小时的车，这样我就不用自己来回开那么久，不用舟车劳顿。然后我们还有包含了等一下到米尔福德峡湾的船票，然后还可以在船上吃美食。一大早天都还没亮，1日团就派计程车来饭店接我们，到皇后镇的码头边集合。那这台车非常大台，而且它的位置超舒服的。这个是我们的位置。 它的后仰角度很大，所以坐起来很舒适。而且这台车的玻璃擦得非常干净，可以沿路看美景。然后它甚至上面也有哦，所以你是360度都能看到漂亮的风景。坐车前往米尔福德峡湾喽！ 沿路的美景，司机都会停下来让我们拍一下。然后这边已经可以看到漂亮的雪山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山谷里非常漂亮。1日团的优惠链接我一样放在底下资讯栏，有需要的人可以参考看看。进入超长隧道，可以深入南阿尔卑斯山脉群。出隧道后，眼前出现的景色是这段公路最美的，有种来到另一个世界的感觉。不愧是纽西兰官方认定最具特色的公路。 可以从我们车顶看到纽西兰的高山鹦鹉，哎呦，它想咬我！嘿嘿嘿！包含休息，经过了5个小时，终于抵达登船处。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米尔福德峡湾。米尔福德峡湾是被收录为世界遗产的景点，甚至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哦。 非常漂亮，这边一整年365天有1半多一点的时间都是雨天，我们运气很好，遇到了一个大晴天。这一台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搭的船，还蛮大台的哦。我们等一下在上面用 buffet， 然后在米尔福德峡湾航行，乘船游览米尔福德峡湾是最棒的方式，可以看到最多的景点。船上的座位非常的多，然后这边是船长室，有很多的器材，然后我们都可以出去。 这台船超大的，我们现在在第2层，当当，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码头登船处。那我们今天选的是坐窗边位，这样就可以一边吃一边看风景。这边也有提供免费的茶跟饮料。我们这一艘船有3层，我们现在到了顶层甲板，这边视野是最好的。 可以看到米尔福德峡湾。现在船已经开始航行了，我们就一边吃着它的 buffet，buffet 的菜色蛮多的。船上的 buffet 很丰富，有生菜沙拉，还有多样化的肉，主食有饭、面、烤马铃薯。坐了大半天的车，中午一定会饿，推荐大家买包含午餐的方案，食物都蛮好吃的哦。米尔福德峡湾的 U 型峡谷是冰河侵蚀而形成的。 当冰河顺着倾斜的山向下移动的时候，山谷就会被冲刷跟侵蚀，然后等到冰河解冻跟溶解的时候，就留下一个 U 字形的峡谷。我们现在到了瀑布底下，这边有一个彩虹，然后这边可以直接感受到瀑布的水花飘过来，哇哦，太神奇了！哇，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瀑布哎，这些水花都喷上来了，哇！ 太壮观了！大家看这个瀑布，有够高的，哇！身后这个尖尖的，就是主教冠峰。那因为它的形状长得很像主教的皇冠，所以而得名。它同时也是米尔福德峡湾这边很标志性的山峰，
更是全世界最高的临海山峰之一。现在我身后这个是标高接近150公尺的斯特林瀑布，哇！现在在瀑布底下的水雾都上来了，我们正在接受大自然的洗礼，耶！呜呼！哇！喷得我满脸是水啊，耶！以前在上地理课的时候，都常常会看到 U 型峡谷的图片，但是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见证 U 型峡谷，真的是非常的壮观，很推荐大家来参加米尔福德峡湾的一日游活动，你可以亲眼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，而且又不用开10小时的车，沿途还能够欣赏风景，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啊。在纽西兰那么多天，我们吃了各式各样的异国料理，但是实在是太想念亚洲味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来亚洲超市，这边有各式各样的亚洲食品，我们就买了这个益美的葱抓饼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繁体中文，沙茶肉干、卤蛋茶叶蛋，还有我们熟悉的火锅肉片。我们打算今天来煮火锅，这边刚好就有海底捞，我们就买一个3鲜的汤底。然后来配响铃卷包肉好了，这些是我们的火锅食材。虽然3鲜火锅跟台湾的海底捞味道差超多，但热热的火锅超适合亚洲味。米尔福德峡湾一日游，早去晚回，当天要好好休息，隔天我们要接着前往格林诺奇。格林诺奇是在瓦卡蒂普湖最北边的小镇，这一个小镇距离皇后镇大概45分钟的车程。格林诺奇清幽静谧的环境，甚至让这里被称为最接近天堂的小镇。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格林诺奇码头。格林诺奇码头可以隔着湖泊跟整排的雪山对望，非常漂亮。而且格林诺奇是3面环山的，加上这个小镇总共不到500个人，非常的清幽，所以不像皇后镇那么商业化，是遗世独立、纯净自然的美丽小镇。就连电影《魔戒》跟《纳尼亚传奇》都在格林诺奇这里大量取景。在码头的旁边还有一个红色小屋，这红色小屋是一个小型博物馆，里面有格林诺奇早期的图片跟历史。然后因为它很乡村风的外观，加上这里唯美的风景，这也是大家来格林诺奇都会拍的一个著名地标。要怎么前往格林诺奇码头呢？导航 Glenorchy Wharf 就能抵达。下一个纽西兰的必玩景点是在魔界的场景，骑着马渡河。我们今天报名的行程是1个半小时的。那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可以在魔界的场景中骑着马，这是台湾没有办法体验，因为台湾都是在那个小马场而已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是真的骑在路上，然后甚至还可以渡河，走过各种地形，算是非常特别的体验。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骑的小马。然后这一边会有很多的装备，是我们等一下要来换的，就要穿上他们的头盔，还有马靴，还有他们的衣服。哇，戴着他的帽子，穿着他的背心，看起来就像骑马师、马术师啊！哇，帅哦！骑马之前，教练会先讲解骑马的注意事项。This is Houdini. Houdini. 这就是我的马 Larry。哇！我们现在在带着马，在马场这样子晃一下。熟悉过后，教练才会协助上马，循序渐进的教学，让我们对马更了解，也能更放心的骑马。上马后也会先在马场内练习。教练会教我们怎么使用缰绳来对马下达前进与后退的指令。练习完成，我们就要准备上路喽。骑到围篱外就是自由的领域啦。我们要在魔界场景骑马，并且挑战骑着马渡河。马儿被训练得很好，会自己排队跟好队伍。如果快撞到前面，可以把缰绳向后拉，提醒它走慢一点。
太漂亮了！我们要渡河了。过河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停下来喝点水。一路上的风景真的好梦幻，一边骑马看风景，好像真的走进奇幻小说里面。小时候我刷了好几遍的《魔戒》，然后刚刚教练说，我们后面这个景色就是在《魔戒》里面的艾辛格，艾辛格就是在这里拍的耶，好赞哦！以前只能看电影，现在终于能够在《魔戒》真正的场景骑着马渡河，超赞的体验。刚刚教练说我的马 Larry 他是7岁的小马，那马的年龄要乘以3倍才是人类的。所以他是21岁的小青年。我们现在要渡河喽！呼呼，耶，超赞的！啊，我们超幸运，这一团只有我们2个人而已。然后教练超亲切的，一路上都会跟你一起聊天，然后还会告诉你各个景点啊，或者是一些小知识。骑了1个半小时，哇，超好玩的！好开心哦！我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骑马，超赞的体验。Larry 好棒哦 ，Good boy！ 我觉得1个半小时根本不够，好想要再继续玩，哇，超好玩的！大家如果有来格林诺奇的话，非常适合来这边体验看看真正的户外骑马。骑完马还看到马场的工作人员在帮马儿修指甲。教练说马儿是他们的好伙伴，每周都会给足够的放假日。看他们玩得那么开心，马场应该把他们照顾得很不错吧。我参加的这间是 High Country Horses， 建议去之前可以先上网预约或打电话询问有没有名额，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。从格林诺奇开车回皇后镇的路上，一样有很美的景色。有到皇后镇的人，真的很推荐安排1天来格林诺奇逛逛哦。我真心觉得米尔福德峡湾还有格林诺奇的骑马体验，是我这几天来纽西兰目前玩到最棒的体验，非常的值得，而且很特别。如果刚好有钱有闲的话，一定要来参加看看。下一集我们要到奥马鲁寻找世界上最小的小蓝企鹅。再到阿卡罗阿跟羊驼们一起互动，最后再回到基督城市区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